孤独使我们对自己更加坚强，对他人更加温柔。它从这2个方面改善我们的品格。在孤独中，孤独者吞噬自己；在人群中，众人吞噬他。现在请选择吧。想要长到天堂的树，必须把它的根扎进地狱。我们最伟大的经历是我们最宁静的时刻。你必须准备好在自己的火焰中燃烧。如果你没有首先成为灰烬，你怎么能浴火重生？他们把水搅浑，以使它看起来深不可测。沉默更糟糕，一切保持沉默的真相都会变得有毒。我是一片黑暗的森林，但不惧怕我的黑暗的人会在我的柏树下找到遍地盛开的玫瑰。地球之上，没有任何东西比怨恨的激情更快地消耗一个人。只有足够男子汉的男人才能唤醒并释放女人内在的女性。前方的道路上总会有石头，它们可以成为绊脚石，也可以成为垫脚石，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利用它们。世界上有2类人，一类渴望知道，另一类渴望相信。一个女人很可能与一个男人建立友谊，但要使之持久，必须有一点身体上的反感助长。如果全能的上帝控制撒旦，他就是同谋；如果他不控制撒旦，他就不是全能的上帝。真正的男人渴望2样东西：危险和游戏。因此，他渴望女人，这是最危险的游戏。如果你的朋友对你做了坏事，你就对他说：“我原谅你对我的所作所为，但我如何原谅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呢？”生活在腐败时代的人是机智而诽谤的，他们知道除了匕首或袭击以外，还有其他方式的谋杀。他们也知道一切精心编织的动听言辞都会被人相信。失去了目标，你就迷失了方向。人是唯一必须被鼓励才能生存下去的动物。什么是真相？只不过是约定俗成的谎言。死亡近在咫尺，所以我们不需要害怕生活。那些缺乏目标的人会将虚无作为他们的目标。一切都可以被解释，无论在特定时间流行哪种解释，都是权力的作用，而不是真理的作用。孤独与独处是不同的事情。当你驱逐内心恶魔的时候，小心不要抛弃自己最好的部分。所有真正伟大的思想都是在行走时孕育出来的。你想拥有轻松的生活吗？那就永远跟随群体，并迷失在其中。只要人们还在夸奖你，你就可以确定你还没有走上真正属于自己的道路，而是走在了别人的道路上。每个真正的人内心都隐藏着一个孩子，渴望玩耍。我原本身处黑暗之中，但我迈出了3步，发现自己已然置身于天堂。第1步是良好的思想，第2步是良好的言语，第3步是良好的行动。一个被说服的人和一个被欺骗的人有什么区别呢？没有，如果他被完美的欺骗了。我的抱负是用10句话说出别人用整本书说出的话。我们如此喜欢置身于大自然之中，因为它对我们没有任何意见。所谓神的国度，并不是人们可以等待的东西，它没有昨天或明天，它不会1000年后来临，它是内心的一种体验，
它无处不在，又无处可寻。最富有灵性的人，也是最强大的人。他们在别人会遭受毁灭的地方找到了幸福，在迷宫中，在对抗自己和他人的坚韧中，在实验中。他们的快乐是征服自己，禁欲主义在他们身上成为了天性、需求和本能。困难的任务对他们来说是一种特权，与压垮其他人的负担嬉戏是他们的一种娱乐。知识对于他们也是一种禁欲主义的形式。他们是最值得尊敬的人，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同时也是最快乐和最善良的人。对于平庸之人来说，平庸就是一种幸福。一个人必须是一片大海，才能接受被污染的溪流而不被污染。我的孤独不取决于有人或无人的陪伴，相反，我讨厌那些夺走我孤独却不提供真正陪伴的人。成为你自己，创造只有你才能创造的东西。活着就是受苦，生存就是要在苦难中寻找意义。爱你的敌人，因为他们能激发出你最好的一面。人可以承诺行为，但不能承诺感情，因为后者是无法控制的。一个人许诺永远爱某人，永远恨某人，或者永远忠于某人，是在承诺他们无法做到的事情。伟大的人比常人冷酷、坚定、果决，他们无惧别人的意见和观点，并且缺乏相互尊敬以及其他的群体美德。如果不能领导，他就独自前行。他深知自己难以沟通，他觉得被人熟悉是无趣的。不与自己交谈时，他总是戴着面具。他心中有一种孤独，旁人无法接近，也无从赞扬或批评。没有人能为你建造一座跨越你生命之河的桥梁，除了你自己。当然，有无数别的路径，桥梁和半神可以帮你渡过这条河流，但只能以你自己为代价。你会为此抵押上自己，并失去自我。这个世界上只有一条路是专属于你的，它通向何方？不要问，只管跟着它走就是了。弗里德里希·尼采是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、文学家和古典文献学者，以其深邃的思想和激进的哲学观点而闻名。尼采的哲学核心围绕着权力意志、道德的重新评价、超人理论以及对传统宗教和哲学观念的批判。他的作品对现代思想和西方哲学产生了深远影响，特别是对存在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有着不可磨灭的贡献。尼采的哲学思想突破了当时的道德和哲学框架，提倡个人超越现有价值观的重要性，主张创造自己的价值体系和生活意义。他的著作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、《善恶的彼岸》和《权力意志》等，通过独特的文风和概念，展现了尼采对生命、文化和人类历史的深刻理解。尼采的思想在他去世后逐渐获得了广泛的认可和影响，虽然他生前并未见到自己哲学的广泛传播。今天，尼采被认为是现代最具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。他对自由意志、个人主义和人类潜能的探讨，继续激发着世界范围内对哲学、艺术和文化的深入思考。